我负责给公司采购下午茶，人均20块，但新来的实习生却质疑我：“20块的预算就这点东西，狗见了都摇头。给我5块预算，保证让大家吃到扶墙出去。”老板居然觉得他说的对，把差事交给了他。然后我家小卖铺赚翻了。周一下午3点是雷打不动的下午茶时间，我作为公司行政，把精心搭配好的鲜切芒果、秦王葡萄，还有从5星级酒店订的拿破仑蛋糕，在会议长桌上摆开，顺手拍了张照片发进群里。紧接着群消息就响了：“谢谢周月姐，今天的水果看起来好新鲜，拿破仑真是永远的神。”周月姐太会买了，人均20的预算能买到这种品质，周月姐真的逆天了。大家喜欢就好。正当我准备给自己拿块蛋糕时，群里突然蹦出一条格外扎眼的消息，是新来的实习生许若曦，她还附上了一张图片，是用软件把我刚发的照片局部放大，圈出了那一小碟芒果和几块蛋糕。周月姐，这就是咱们公司人均20标准的下午茶吗？不是我说话直哈，就这点水果和点心，超市里撑死这里面有多少？大家什么意思？他在暗示我吃回扣吗？我知道公司现在讲降本增效，我们做员工的更应该体谅。公司给我5块预算，就5块，我保证明天让大家吃到撑，水果管够，零食管饱。许若曦，公司下午茶讲的是品质和卫生，我合作的都是正规供应商，有发票和质检报告。小许这个想法很好嘛，年轻人就是有冲劲儿，有成本意识。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，我们该节约一点。小林啊，你这人均20是有点高了。谢谢老板对我的肯定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，把公司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来花，坚决杜绝任何浪费和灰色空间。哦，对了，全体成员，从下周开始，公司下午茶采购交给实习生许若曦负责，预算暂定人均5元。老板大气，大家鼓掌欢迎，也感谢林把这活交给许若曦，简直是明智之选。谢谢老板，期待若曦为我们准备的下午茶。那些刚才还在夸我的人，此刻仿佛集体失忆，没人替我说一句话。我将打好的那段解释一个字一个字的删掉了。下班时间一到，我第一个冲出了公司，马不停蹄的去了临近便民超市，这正是我妈开了20年的小卖部。周月回来了，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等等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工作不顺心？没事儿，不行就回家来，爸妈这小店还养得起你。老板娘，你店里这辣条怎么批发的呀？多少钱一包？许若曦，她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这条街离公司有一段距离，并不顺路啊。小姑娘要批发辣条啊，这种5毛一包，量大的话还能便宜点。5毛？老板娘你骗鬼呢？像这种9块钱能买20包，折下来一包还不到5毛。那是电商补贴，我们实体店要算房租水电的，这个价格已经很公道了。3毛，3毛一包，我先要100包。小姑娘，3毛我真要亏本了。亏什么本啊？这种东西成本才多少？你别以为我不懂。再说了，我要是拿得多，以后就是我们公司的固定采购点了。我们公司好几十号人呢。3毛真不行，最低4毛5，不能再少了。4毛？这个面包什么时候过期？哎，还有3天，这种临期的你怎么卖？还有这些饮料都快积灰了。她像个巡视领地的女王，在我家店里指指点点，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挑剔和贬低。许若曦这副嘴脸，和下午在群里那个慷慨激昂为公司省钱的实习生简直判若两人。老板娘，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，这些东西你堆着也是堆着，不如便宜点处理给我，我帮你清库存，怎么样？啊，这些都是正规商品，只是日期没那么新鲜了。哎呀，日期不新鲜不就是快过期了吗？吃又吃不死人。这样，这些临期的你都给我，辣条我就按4毛算，怎么样？吃不死人？他怎么敢用这些东西去应付公司同事的下午茶？是时候该我登场了。妈，有客人啊！许若曦看到我，脸上瞬间闪过一丝慌乱，但立刻被她掩饰过去。周月姐，这家店这是你家开的吗？对啊，我家店小，东西可能没大超市那么花哨，但都是正经货源。哎呀，周月姐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早知道是你家开的，我还砍什么价啊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周月姐，老板把下午茶采购的活交给我了，我正愁找不到物美价廉的地方呢。这下好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吗？是吗？那挺好的。不过我家店小，可能满足不了公司的需求。满足得了，我就需要这种接地气的。周月姐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照顾你家生意。老板娘，既然周月姐在这儿，那价格就按你说的4毛5一包吧。辣条先来100包，再把那些临期的面包、饮料什么的都给我装上点。我妈看着我，用眼神询问，我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。既然她要作死，那我没有不助力的义务。那真是谢谢你了，帮我们清库存。妈，许若曦是我同事，给她算便宜点，辣条就4毛吧。那些临期的看着给搭点，别让许若曦难做。周月姐，你太客气了，还是你懂我。咱们都是为了公司好嘛。我妈虽然不明白我想干什么，但还是配合着给许若曦配了货，一大箱辣条，几十个临期面包，还有若干颜色鲜艳的廉价饮料。结账的时候，许若曦看着那个远远低于她5块人均预算的总金额，脸上是压不住的得意和算计。周月姐，老板娘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咱们可要长期合作了。周月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姑娘是你同事，她说的采购是怎么回事？她欺负我！这什么人啊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怎么还让我按便宜卖给她？妈，
他不是想省钱吗？不是想表现吗？咱们就帮他一把，让他省个够，让他好好表现，可劲儿买这些便宜货。我倒要看看他用这些物美价廉的东西能搞出什么名堂，到时候搬起石头砸的是谁的脚就不一定了。你这孩子，这不是惹麻烦吗？麻烦不是我主动想惹的，是人家骑到我头上来了，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这事儿没完。第二天下午，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氛，大家都在猜测许若曦用5块钱预算能变出什么魔术。下午茶时间一到，许若曦和另一个被她拉去当壮丁的实习生抬着2个大纸箱，意气风发地走进了会议室。来，下午茶来了，大家别客气。同事们好奇地围了上去，然后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纸箱里是堆得满满的包装花里胡哨的辣条，旁边是散装的面包，包装简陋，生产日期模糊，看起来软塌塌的，还有几大瓶山寨包装的果汁饮料，颜色艳得像化工颜料。他热情地拿起一包辣条塞给离他最近的一个同事，那个同事拿着辣条，表情尴尬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老板也闻讯走了过来，看着一桌子的辣条和廉价面包，皱了皱眉。许若香，这就是你准备的下午茶吗？是的，老板您看，预算严格控制在了5元以内，还有幼鱼，这些东西量大实惠，大家都能吃饱。徐若曦，这辣条会不会不太卫生啊？而且全是辣的，有些人吃不了呀。张哥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公司花钱是让我们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吃的东西不错了，还挑3拣4，要注重性价比，不比那些华而不实、虚高价格的东西强。是啊，许若曦也是为公司省钱，偶尔换换口味也挺好。来，我尝尝辣条，好久没吃了，回忆一下童年。有人带头，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硬着头皮象征性的拿一点。我看着平日里注重养生、喝下午茶都要算卡路里的女同事们，对着那油汪汪的辣条面露难色。有胃病的同事老李看着辣条直摇头。整个会议室弥漫着一股廉价的香精和辣味，许若曦却浑然不觉，还在那里洋洋自得地介绍那些东西，甚至拿起一包从我家买的辣条撕开，吃得啧啧有声，好像是什么人间美味。这个面包可软了，这个饮料可甜了，大家放心，吃不够我再去买，管够。尽情表演吧，现在吹得越响，将来摔得就越惨。我已经能想象到，当同事们得知真相后会是什么表情，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这家小卖部是我家开的时候，那场面一定很有趣。第二天，好几个同事顶着红肿的痘痘来上班，厕所的使用频率明显增高，垃圾桶里全是辣条包装袋，油渍很难清理。我的天！昨天吃完那辣条，我半夜胃疼的打滚。我也是，脸上爆痘，这周还怎么见客户啊？那个面包一股油齁味儿，我咬了一口就扔了。5块钱就给我们吃这个，还不如折现给我。但这些话没人敢拿到明面上去说，因为许若曦把自己打造成了成本控制英雄。每次有人稍微流露出不满，他就立刻进行道德绑架，甚至把每周为公司节约多少元下午茶成本写进了自己的实习周报，抄送给了老板。老板还在周会上特意表扬了他。下班后，我直接回了家的小卖部，我妈正在清点货物，看到我叹了口气，原来许若曦尝到了甜头，又跑来说要扩大采购品种，给同事们改善伙食。但她所谓的改善，就是寻找更便宜量更大的垃圾食品。这个薯点快过期了吧？便宜点，1块钱一包，我全要了。这还有半个月才到期呢，进价都不止1块啊！半个月不就是快过期了吗？你不卖给我，过期了就只能扔了，我这是帮你。还有这些散装饼干也都是临期的了吧？老板娘，你做个好人，这些赠送给我算了，反正你们也要处理掉。小姑娘，这些东西虽然日期不那么新鲜了，但也是正规商品，不能白送。怎么不能白送？我这是在帮你们清库存，你们得感谢我。这样吧，这些饼干再加上那边几箱快过期的饮料，你一起算我50块，不然我就去别家买了。我听着我妈学舌的样子，都能想象出许若曦当时那副尖酸刻薄的嘴脸。妈，你答应他了，按你说的，最后亏本卖给他了。周月，妈这心里总不踏实，咱们这不是在帮着他害人吗？你们同事吃了这些东西，万一吃出什么事儿，妈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他买这些东西离真正过期还有段时间，吃了1、2次，大绿吃不出大问题，顶多就是口感差，拉肚子。我要的是让大家慢慢积累怨气，看清他的真面目，而且不让他买这些，怎么抓得到他的把柄？怎么让他原形毕露呢？以后许若曦再来采购，单据都留好，特别是他专门挑临期压价，甚至索要赠品的对话，有机会就用手机录下来。还有，你可以无意的向他透露一些内部消息，比如有一批果汁因为包装有点磨损，但其实质量很好，可以极低价处理。再比如仓库里还有一些去年积压的节日糖果，颜色没那么鲜艳了，但绝对没变质，几乎可以白送之类的。仓库里还有一批积压的零食，就是时间比较久了，但是绝对没变质。果然，许若曦上钩了，每次来都两眼放光，追着我妈问还有没有这种处理品。她的下午茶菜谱也越来越丰富，周一辣条配寿炒饼干，周二临期薯片搭色素果冻，周三就是那些包装磨损的果汁和积压糖果。公司同事的抱怨声越来越大，直到周五下午，我正准备下班，同部门的设计师陈敏悄悄拉住了我。周月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陈敏姐，怎么了？就是许若曦买下午茶的事儿，她这根本不是在省钱，是在害人。我手下有个新来的实习生，昨天吃完下午茶就开始上吐下泻，去医院检查是急性肠胃炎。医生问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
好几个同事都反映肠胃不舒服，只是没这么严重。许若曦她到底从哪里买来的这些三无东西？陈明姐，我也不瞒你，许若曦采购的地方我知道是哪里，是我家开的小卖部。什么？你家开的？那你……我不是供应商，许若曦事先并不知道那是我家店，是她自己找过去的，为了压价专门挑最廉价临期的东西买。我妈实在拗不过她，我就知道这丫头心太坏了，用这些东西糊弄大家，还能把自己标榜的那么高尚。她这是踩着大家的健康给她自己铺路啊！周月，这事不能这么算了，得告诉老板。陈明姐，没用的，我们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同事生病就是因为下午茶，许若曦完全可以推责任，说是个人体质问题。而且老板现在正欣赏她的成本意识呢，恐怕也听不进去咱这些实话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他这么胡作非为？当然不，陈明姐，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你人缘好，私下里多留意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同事有类似的情况，特别是像发票、聊天记录这种实在的证据。许若曦这么搞，肯定不止在下午茶这一件事上贪便宜，我们等她尾巴露得再长一点。好，我帮你留意着，这丫头一看就不是安分的主。对了，你看这个。我接过手机看了看，照片有点模糊，像是在商场柜台偷拍的，但能看清许若曦正在刷卡买单，而她手里的那张小票，抬头赫然是我们公司的全称，而她买的是一个奢侈品牌的包包，用克扣大家下午茶省下来的钱去给自己买奢侈品，真是贪得无厌，无耻到了极点。我昨天陪朋友去逛街，碰巧看到的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，拍了一张。周月，这算不算证据？太算了，这不仅仅是证据，这是能把许若血彻底定死的铁证。周一早上，我刚进办公室，就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氛，几个女同事围在一起低声议论着什么，眼神时不时瞟向许若曦的工位。只见她今天格外惹眼，穿了一身崭新的、质感明显不错的套装，而最扎眼的是她桌上那个崭新的奢侈品手提包。哎呀，周月姐早啊！你看我这个包怎么样？我男朋友非要给我买，说了不要不要，真是的。若曦，你男朋友真好，这包不便宜吧？还好啦，也就10000把块钱吧。他说我上班辛苦了，犒劳我的。小许啊，背这么贵的包来上班，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？王哥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包是门面，代表一个人的品味和阶层。我们虽然是为公司打工，但也不能太掉价，免得被人看轻了。他说着，目光轻飘飘地扫过我放在工位旁边的用了2年的通勤包。哟，这包是挺好看，不过小许啊，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大方，用公司的钱给你买包，眼都不眨一下呀。陈明姐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包是我男朋友用他自己的钱买的。我上个周末在国金中心好像看见有个背影跟你挺像的人在专柜刷卡，小票抬头写的好像是咱们公司名啊，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你血口喷人，肯定是看错了，那根本不是我，你凭什么污蔑我？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了过来，老板也被惊动了，从独立办公室里探出头。吵什么呢？这是上班时间。老板，陈明姐她污蔑我，他说我用公司的钱买包。有这回事？我就随口一说，可能真看错了。小许你别激动嘛。陈敏没再继续纠缠，回了自己工位。接下来同事们看许若曦的眼神多了许多探究和怀疑，许若曦显然也感觉到了周围气氛的变化，一整天都坐立不安。那个包被她塞到了桌子最底下。下午她主动在群里发消息，这周的下午茶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，好好改善一下伙食。陈明姐说的是真的吗？她用公司的钱买包，怪不得下午茶给我们吃辣条，钱都省下来给自己买奢侈品了。我就说嘛，她那个男朋友听都没听说过，怎么突然就这么大方？真恶心，又当又立。下班后我故意磨蹭到最后，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许若曦果然凑了过来，脸上堆着假笑。周月姐还没走啊？有点事。周月姐，今天陈明姐说的话你别往心里来，她肯定是误会了。我家条件其实还行的，我男朋友对我也好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周月姐，我知道之前接手下午茶的活，你可能有点不高兴，但我真的是为了公司好。这周我打算弄点好的，给大家改善一下。我找到一批特别划算的进口肉脯和高级卤蛋，价格比市场价低好多，保证让大家吃好。以她的德性，能买到什么好东西？在哪儿找的？货源可靠吗？可靠，就是你妈妈帮我介绍的。说是一个批发商清库存，价格特别低。我妈介绍的，她肯定不会主动介绍不靠谱的货源，肯定是许若曦又去软磨硬泡。我妈无意中提到了可能有这么个渠道，她就如获至宝的盯上了。我已经能想象到，肯定是些积压已久、临近保质期，甚至可能储存不当的食品。周月姐，你看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，你能不能跟你妈妈说说，再帮我压压价？或者多送点别的东西给我，这次的下午茶很重要，我得让那些人把嘴都闭上。这我也不好插手店里的生意啊，不过既然是公司要用，我回头蛋诚跟我妈说说看吧。谢谢周月姐，老板娘人那么好，肯定会答应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许若曦像打了鸡血，而且那个包又被她堂而皇之地放在了显眼处。各位亲爱的同事们，
本周五的下午茶将是历史性的一刻，本人呕心沥血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：进口肉脯、星级酒店同款卤蛋、新鲜水果拼盘，人均预算依然严格控制到5元以内，敬请期待。真的假的？5块钱能吃这么好吗？许若曦，你不错啊！期待，终于不用吃辣条了。周月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那些东西看着就不对，静观其变。他这次玩的太大了。那些进口肉脯大概率是快过期，甚至已经变质的处理品。卤蛋可能是小作坊生产的3无产品，水果估计也是某个水果批发市场清仓的尾货。周五下午2点半，许若曦和几个被她拉来帮忙的实习生就开始兴师动众地布置会议室。长长的会议桌上铺了一次性桌布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食品，大量的独立包装肉脯堆成了小山，卤蛋用精美的盘子装着，水果拼盘虽然刀工粗糙，但量确实很大。3点整，同事们怀着好奇和期待涌入会议室。哇，今天这么丰盛，看着不错啊。若星可以啊，这次真下血本了。大家别客气，放开吃，管够！我说到做到，5块钱一样能让咱们享受高品质的下午茶。我拿起一块肉脯，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喷码有些模糊，但还是能勉强看出，距离保质期只剩不到1周。卤蛋的包装简陋，连个像样的生产厂家都没有。水果闻着有一股不太新鲜的熟过头的气味，但同事们已经被前几周的辣条折磨够了，看到这些硬货，纷纷动手开吃。这肉脯感觉味道有点怪啊。好像是有点，不过还算能入口。这卤蛋倒是挺入味儿。水果也挺甜的。许若曦听着大家的称赞，下巴扬得更高了。老板看到这丰盛的场面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小许这次搞得不错嘛，看来把采购交给你是正确的决定。谢谢老板的肯定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以后肯定会争取做得更好。老板自己先拿起一块点心咬了一口，他嚼了2下，脸上的笑容就淡了，放下点心，端起茶水猛喝了一口。这味儿不对啊，有点齁了。这果汁也没个标签，是山楂味的吗？闻着好像有点酸。下午4点半左右，距离下午茶结束刚过1小时。先是坐在我对面的小王，脸色突然变得苍白，捂着肚子直接冲向了厕所。我也不舒服，想吐。我肚子好痛。我的天，我头好晕。怎么有2个许若君？有人趴在桌子上，有人痛得弯着腰直不起来，更多的人争先恐后的冲向厕所。门口很快排起了队。咱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肯定是下午茶的问题。大家别慌，可能是巧合，或者是各个人肠胃不好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平时身体最壮实的司机老刘哇的一声吐了出来，场面彻底失控。呕吐物的酸臭味加上此起彼伏的痛苦呻吟，一时间整个公司乱了套。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许若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从哪里买来的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些都是正规渠道，很便宜买来的。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，撕破了办公楼的宁静。最终包括老板在内，超过一半吃了下午茶的同事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初步诊断是集体食物中毒，我现在需要你们配合做一下详细的检查。公司里一片狼藉，剩下的人人心惶惶。不可能，这怎么会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不应该啊！许若曦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历史性的一刻吗？是你，是林周月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这些东西都是从你家小卖部买的，渠道是你和你妈，合起伙来害我！许若曦的尖叫声在空旷而狼藉的会议室里回荡，格外刺耳。她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，把所有恐惧和罪责都泼向我，完全没有半点平时的清纯模样。剩下的没中毒或症状较轻的同事，以及匆匆从医院赶回来的老板，目光都聚焦在了我身上。林周月，他说的是真的，这些东西的货源跟你家有关。就是他家开小卖部的。他因为我接了他的工作怀恨在心，就故意让他妈介绍这种劣质货源给我。他是存心要搞公司的下午茶，让我背黑锅。我的天，原来是内斗啊！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那么便宜？林周月这心思也太深了吧，连累这么多人。许若曦，你少血口喷人，周月根本不是那种人，分明是你自己贪便宜，净买烂货。陈明姐，你当然帮他说话，你们是一伙的。场面一片混乱，我始终没有说话。等许若曦的表演告一段落，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在我身上。老板，许若曦说的部分属实，这些食品的货源确实是通过我家小卖部联系的。这话一出，满座皆惊，连陈敏都愣住了，不解地看着我。老板，你听到了吧？他承认了，就是他，必须让他承担所有人的医药费、误工费。但是关于合伙陷害、故意提供劣质货源的说法是污蔑，我有证据。证据？你能有什么证据？我没再说话，而是径直走向会议室的投影仪，连接了我的笔记本电脑。许若曦想冲过来阻止，被旁边一个男同事拦住了。投影亮起，监控画面清晰度很高，是我家小卖部收银台的角度。老板娘，这种破包装的肉脯肯定没人要了，你再便宜点。还有没有日期更早的？反正吃不死人，能省一块是一块。小姑娘，这都快过期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吃进肚子都一样。
快点儿，便宜点我都要了。视频不长，但许若曦那副刻薄贪婪、对食品卫生毫不在意的嘴脸暴露无遗，所有人都被许若曦的真实嘴脸惊呆了。这是剪辑的，是假的。别急，我还有证据。我又点开了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是许若曦多次在我家小卖部采购的票据存根，那些辣条、零七面包、廉价饮料的价格一目了然。许若曦，5块钱预算，你实际采购这些豪华下午茶的人均成本连1块5都不到吧？剩下的钱呢？去哪儿了？你胡说！你伪造票据！我点开了陈敏拍的那张照片，将小票局部放大，时间正是他开始负责采购后不久。用克扣大家下午茶省下来的，甚至可能虚报的钱，去买上万元的奢侈品包包。许若曦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与公司共度难关，这就是你的成本意识。刚才还在帮许若曦说话或怀疑我的人，此刻全都用愤怒鄙夷的目光射向他。太恶心了！原来他这么坏，把我们当傻子。你省下钱自己去买奢侈品包。食物中毒，这么多人进医院，这是犯罪。老板脸色铁青，死死盯着许若曦，眼神像要杀人。而许若曦在这些证据和指责面前彻底崩溃了，她瘫坐在地上，脸色灰败。突然，她像疯狗一样抬起头。你们没一个好东西，还有你林周月，开个破店卖垃圾，你们合起伙来整我！我要举报，我要去举报你家卖三无产品，我要让你们都不得好死！报警，联系法务，起诉他职务侵占，让他滚！很快2个保安上来，把许若曦架了起来。在被拖出会议室门口的那一刻，他回过头，眼神死死地盯在我身上。林周月，你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最终，许若曦因为涉案金额不大，且是初犯，在家人赔偿了公司部分损失，并取得谅解后，暂时免于刑事处罚，但留下了案底，职业生涯算是彻底毁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公司处理许若曦留下的烂摊子，突然接到我妈带着哭腔的电话：“妈，周月，不好了，那个许若曦来店里闹事了。”妈，你别急，我这就赶回去。赶到店附近，远远就听到许若曦尖利刺耳的声音：“黑店卖三无产品，坑害消费者，大家都来看看，就是这家店卖过期食品，害得我们全公司食物中毒，这种没良心的店迟早倒闭！”你胡说八道，我们家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进的，是你自己非要买最便宜的临期品，胡说八道，就是你们以次充好，不然怎么会那么便宜？你们就是黑心商家！林周月，你来的正好。你们母女俩合伙坑我，现在我没工作了，你们满意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跟你们没完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！许若曦，法院怎么判的你自己清楚，你再在这里无理取闹。我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天天来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做生意！接下来的几天，许若曦像上班一样准时，天天来店里报到，有时是口吐芬芳，有时是堵在门口对想进店的顾客说这家店的东西吃坏了人，有时甚至带着油漆想在卷帘门上喷字，被邻居及时发现制止。警察来了，他暂时消停；警察一走，他又变本加厉。这种骚扰构不成严重拘留，只能批评教育。我家小卖部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很多老顾客都不敢来了。我妈愁得吃不下饭，一下子老了很多。妈，对不起。周月，不怪你，是那个人太坏了。咱们身正不怕影子严。这天下午，许若曦又来了，这次她还带了2个穿着制服的人，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。就是这家店卖不合格食品，这是我的举报材料。麻烦出示一下证件，我们要检查。我妈赶紧拿出所有的进货单、质检报告，许若曦却在一旁阴阳怪气。谁知道这些单子是不是假的？你们可得好好查查，特别是那些角落里的，过期没有？有没有老鼠屎？检查人员仔细查看了各项单据，又抽查了一些商品。目前看手续是齐全的，商品也在保质期内。怎么可能？他们肯定藏起来了！你们再看看仓库，再看看那些散装的东西，肯定有问题。仓库种地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怎么不能进去？我就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黑心货！许若曦，你干什么？给我离开这里！你们看到了吧？他们做贼心虚，里面肯定有鬼！他说着，又试图绕过往里冲。混乱中，他推了我妈一把，我妈猝不及防向后倒去，撞在后面的货架脚上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手死死地捂住胸口，呼吸急促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别吓我！完了，是心脏病发作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打120，同时让那2个没反应过来的工作人员拦住许若曦。许若曦，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偿命！后来，我妈被诊断为应激性心脏病发作，伴有腰椎软组织严重挫伤，需要住院观察。即使出院，也要静养很长一段时间。我爸第一次在我面前掉了眼泪。许若曦因为故意伤害被拘留了，但这远远不够。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我家小店名誉的损失，以及我妈所受的苦楚，不是一次拘留就能抵消的。而且以许若曦那种偏执的性格，就算放出来，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必须要先发制人。我妈情况稍微稳定后，我回了店里。几天没开门，货架上落了一层薄灰，显得格外萧条。很快，附近的学校到了下课时间，几个常客学生跑到店门口。小卖部今天没开门吗？我还想买辣条呢。
许若曦在网上泼脏水，说我家的东西是三无产品，但真正的口碑在街坊邻居心里，更在这些吃了我们家零食长大的学生们心里。店里暂时有姐姐来看店，想买什么进来吧，今天给你们打8折。同学，你们经常来我家买东西吃，有没有吃坏过肚子呀？没有啊，姐姐，你家的东西最好吃了，又便宜又干净，比其他地方的好多了。我妈妈说，姐姐家的东西可以放心买，我们都在这里买了好多年零食了。之后我找了个机会，跟几个比较熟悉的家长聊了聊。还有这种事儿，太缺德了！老板娘多好的人啊！那个天杀的，我们一直都是买你们家东西，从来没问题。他这是污蔑！我知道口说无凭，但现在那个许若曦在网上胡说八道，对我们影响很大。我想能不能请你们还有孩子们帮我们做个证，不需要做什么，就是说句实话就行。这有什么不行的？必须的，不能让好人受冤枉。我让我家小子给你作证，他吃了你们家5年零食了，壮得像个牛犊子似的。与此同时，被拘留了几天的许若曦，因为情节轻微，加上她家人苦苦哀求，并预付了部分赔偿，被放了出来。她一出来，就在本地的论坛贴吧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发帖，帖子里她极尽歪曲之能事，把自己包装成揭露黑幕的英雄，把我们母女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奸商，还附上了我妈店里模糊的照片和公司同事食物中毒的虚假描述。她甚至开通了短视频账号，哭得稀里哗啦，讲述自己被陷害、被打击报复的悲惨经历。不明真相的网友被煽动，开始搜索我家小店的信息，电话骚扰。陈敏和几个知情的同事气不过，在网上帮我澄清，但很快就被许若曦请的水军和不明真相的网友的问候声淹没了。闹吧，你现在闹得越欢，到时候脸就被打得越肿。之后我联系了陈敏，拿到了许若曦购买奢侈品包的电子版小票，和那些愿意帮忙的家长、学生们建了一个群，名字就叫正义联盟。是时候收网了，许若曦，你以为网络是你的保护色？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玩火自焚，你点燃的这场火会把你烧得干干净净。我选在周六晚上8点黄金流量时段，直接用我的个人短视频账号开启了一场直播，标题直接点名实地探访黑心店临记超市。直播间开播几分钟，在线人数就突破了1万，弹幕飞快滚动，大部分是污言秽语和质疑。我调整好手机支架，镜头对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店铺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周月。临记超市是我家开了20年的店，最近关于我家的很多不实传言在网络上传播。今天开这个直播目的只有一个，用事实说话。这些是我家小店近3年来所有食品类商品的进货单据、供应商资质以及对应的质检报告复印件，每一笔进货来源清晰，手续齐全，欢迎随时来调查。接下来请大家看几段录像。第一段，许若曦在店里专挑破损包装的肉脯。第二段，她为了几毛钱辣条跟我妈争得面红耳赤。第三段，她索要临期品做赠品的嘴脸。弹幕的风向开始变了。许若曦用远低于公司预算的价格采购劣质临期食品，却对同事宣称是高品质下午茶，而省下甚至可能虚报的钱，她用来购买了这款价值近万元的奢侈品包包。这就是她所谓的维权和揭露黑幕。此时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突破10万，弹幕彻底反转，全是亲切问候许若曦的。就在这时，店门口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只见几10个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，整整齐齐地站成几排。这家店的零食很干净，最好吃，我们全班同学都可以作证。各位网友，我们是附近学校学生的家长，这家超市在这里开了20年了，我们的孩子都是吃他们家零食长大的。老板娘为人厚道，东西从来都是明码标价，质量有保证。那个许若曦完全是在污蔑我们这些老街具都可以有人格担保。事实就是这样，许若曦因为工作中的过失被公司开除，却怀恨在心，捏造事实，网络诽谤，甚至上门闹事，推搡我母亲，导致我母亲心脏病发，至今仍在住院。我们一家本分经营小店20年，从未想过会遭遇如此无妄之灾。对于许若曦的侵权行为，我们已经委托律师正式提起诉讼，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。随后我结束了直播，这次的直播录屏被疯狂转发，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，一夜之间舆论彻底翻转。临记超市从人人喊打的黑心店铺，变成了被无良实习生坑害的良心老店，而我从一个被认为极度实习生、心肠歹毒的坏前辈，变成了沉着冷静、用事实说话的正面典型。许若曦则彻底被钉在了耻辱柱上。之前许若曦发在论坛贴吧的维权帖下面，全是汹涌的问候声，博主不得不批量删帖锁帖，而他的短视频账号更是被平台永久封禁。之前那些被他煽动跑来骂过我家店的网友，纷纷跑到我的账号下道歉，或者去各大点评网站给我家小店刷5星好评，试图弥补愧疚。周一我回到公司，刚进办公室，瞬间被同事们围了起来。周月你来了，你妈妈怎么样了？我们正说下班一起去医院探望呢。哎呀，周月，之前真是误会你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许若曦是那种人。你那天直播太帅了，
直接把他锤死了。现在知道来说好话了。当初周月被冤枉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们吱一声？闻言，那几个之前附和许若曦的同事顿时满脸尴尬的散开了。别理他们，都是墙头草。老板在办公室等你，说有事跟你谈。我点点头，走向老板办公室。老板看到我，脸上是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。周月啊，快坐快坐，你妈妈身体好点了吗？公司决定给你妈妈出一部分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。谢谢老板，不用了。该谁的责任，法律会有公断。之前呢，公司也是被许若婷蒙蔽了，这件事公司也有视察的责任。你放心，公司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追究许若婷职务侵占和诽谤的法律责任，绝不容忍这种害群之马。另外，公司经过研究，决定撤销之前对许若霞的一切不当表扬，恢复你行政采购的职务，并且鉴于你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冷静和担当，决定任命你为行政部副总监，全面负责后勤保障工作，薪资上调50%。谢谢老板，我会尽力。这不过是公司在舆论压力下的补救和切割。如果当初他不是那么急功近利，盲目相信许若曦省钱的表象，很多事情或许不会发生。从老板办公室出来，我发现公司内部群已经炸了，人事部发布了正式通知，开除许若曦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各种关于许若曦的黑料被爆了出来，真假混杂，把她描绘成一个贪婪、虚荣、品行低劣到极点的人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：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。而就在这时，更劲爆的消息在网络上悄然传开，一个自称是许若曦前男友的男人接受了某个自媒体的采访。大家别再被他骗了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我就是个普通打工的。那个奢侈品包，90%的钱是用我的信用卡分期刷的，剩下的是他用公司挪用的钱补上的。结果包刚到手没几天，他就跟我提了分手。这个前男友的爆料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许若曦的形象彻底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、自私自利到极点的骗子。没有公司会再要他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限。据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，许若曦的家人试图帮他换个城市生活，但网络时代，他的事迹早已传开，几乎无处可逃。现如今，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精神濒临崩溃，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名誉，失去了原本可能拥有的一切。这很惨，但比起他带给我妈的痛苦，比起他差点毁掉我家20年心血的恶毒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法律的审判还在后面，我要的是让他在法律的审判台上输得一败涂地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张律师，关于许若曦故意伤害和诽谤的案子，我想追加诉讼请求。开庭那天，旁听席座无虚席，除了媒体，还有一些关注此事的市民和前公司派来的代表。法警将许若曦带了上来，几个月不见，他几乎瘦脱了相，但依旧用怨毒的眼神盯着我，对他的所有指控，职务侵占、诽谤、故意伤害，他全部否认。他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更是苍白无力。轮到故意伤害部分，检察官出示了我妈的病历、伤情鉴定报告，以及当时在场的那2位工商局工作人员的证词，证实许若曦确实有推搡行为，并直接导致我妈病发。许若霞，你对上述指控和证据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解释？我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都是圈套，是邻居约的圈套，是他故意让他的母亲卖那些便宜东西给我，是他害我犯错。他嫉妒老板看中我，所以他处心积虑要害我。那些证据都是他伪造的，那个监控是他剪辑的，小票是他 P 的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合起伙来欺负。说着，他状若癫狂，法官多次敲锤警告无效，最后法警强行将他按回座位。原告方是否有新的证据或陈述？我方申请传唤一位新的证人作证。法官准许。当证人走进来时，旁听席再次响起一阵骚动，是那个在网络上爆料的前男友。他显然有些紧张，但叙述清晰。许若曦彻底破防了。撒谎！你们都在害我，我不服。最后，法官开始宣读判决书，决定许若曦执行处罚2年零3个月，责令许若曦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，并赔偿临济损失及精神赔偿金，共计15万8千元。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！你们冤枉我！法院驳回了许若曦的上诉请求，维持了原判。这个消息在网上迅速传开，很多人都当作网红打卡点来打卡。我家小卖部的生意相当火爆，而我的心里有了个计划。现在咱们店有名气了，但光靠网红热度不长久。我想把咱们的店做成一个品牌。品牌？这怎么做？第一，把店面重新简单装修一下，弄得亮堂干净些。第二，可以开通一个线上商城，不光卖零食，还可以卖一些咱们本地的特色点心、怀旧小商品，主打童年回忆和社区信任这个概念，做一个社区便民优选。我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，店面改造后，生意越来越好，我和父母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